随着上市公司陆续的披露业绩预告和半年报新能源车企的相关数据是青睐于这个板块的投资人不得不关注的重要信息。那么，究竟新能源车产业整个发展的情况如何？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新能源车最近的一些销售情况，看看这个板块有没有继续高歌凯进的可能。我们先看全球，中国是全球新能源车产业链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全球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数据也是非常重要参考的数据。我们看起步比较晚的欧洲，数据是非常吓人的。上半年，欧洲整体的新能源车销量有望同比去年增长 1.5 倍，主要国家渗透率大幅的提升，德国、挪威和瑞典渗透率同比增长了超过了10%。6月份的销量都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可以看到欧洲电动化呈现加速渗透的趋势，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欧洲趋严的碳排放法规和高补贴政策。德国、法国等国家提出了延长现有补贴的时限，欧盟呢计划从2035年开始要求新车零排放，传统车企再不加速电动化，就将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儿。所以你看 BBA 在内的欧洲车企推出了很多新款的电动车。我们再看国内，6月全国新能源车销量达到了23万，环比增长了19%，同比增长达到了1.7倍，销量强势增长也是非常惊人的，出口也是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整个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批发达到了108.7万台，同比去年增长了231.5%。整个上半年呢，新能源车零售达到了100.1万台，同比增长了2.18倍。而且呢，自主品牌已经成为了新能源车增长的新的拉动点。同时，在今年的新能源车销量的数据当中，我们个人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的认可度以及购买的意愿都已经相当高了。私人家用市场的逐步启动，推动行业进一步发展。在非运营市场当中，个人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比达到了86%，需求也非常强劲。而且以往的市场需求大多来自于大城市限购不得不买新能源汽车。但今年我们发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新能源车在大城市的需求占比逐渐的下降，而乡县市场以及中小城市的市场占有率逐步的提升。虽然限购城市的出租车市场依然是核心主力，但是我相信未来购车私用才是真正的新能源汽车的爆发点。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持续的旺盛，在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不断提升的环境之下，叠加政策鼓励和推动，销量会持续的超预期。如果随着下半年新能源车芯片供应短缺的缓解，新能源车的销量继续出现超预期的情况是非常可以期待的。那么，对于如此高增长的新能源汽车，还能不能上车呢？基本面上不用多说了，短期上看业绩是有支撑的，长期上看这也是一个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赛道。大家一定担心的就是估值高不高的问题。我们来看新能源车指数的估值情况。当前新能源车市盈率的分位点是在94.52%，估值只比过去6%不到的时间便宜。再从目前北向资金的情况来看，对于新能源车板块出现了一定的退潮，说明目前的估值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降准之后，偏向成长风格的科技相关的行业又有可能会是资金追捧的重点。同时，成长性好的行业估值也很容易被增长所带来的业绩消化，估值通常会被打得很高。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面临的情况，就是成长性好的顶级资产很难用很便宜的价格能买得到。我认为呢，在短期涨幅已经巨大的情况之下，重仓杀入或者抱有很高的收益预期来持有这类资产都是不太合适的。一个可行的策略就是少买一点仓位，然后持续观察行业的动态。如果能超预期增长，可以果断的加大仓位，享受可观的收益。如果面临短期回撤还有子弹呢，也可以进行加仓。当然这样做可能会非常辛苦，但是面对各种未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做也会更加从容一些，也是呢我们投资这类资产最好的选择。好的，我是李志，欢迎关注志享财经，我们下期见。